2019年年末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很久没出现的朋友深夜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说，如果努力没有收获，还要再努力吗？赶在年末辞旧迎新的时候，他的那条朋友圈让人觉得心酸又心疼。后来和其他朋友们聊天才知道，2019年是他过去几年最忙碌的一年。公司部门重组，他被调到新的部门，开始负责新的工作。陌生的工作，紧迫的压力，让他一刻都不敢停下来。没有休止的加班，做不完的项目，为了跟上进度，为了不拖团队的后腿，朋友一刻也不敢放松。第二季度工作汇报的时候，领导还夸了他，说他适应能力强，工作状态好。可是哪怕被领导夸完，姑娘还是不敢放松，生怕掉队。好不容易到年底考核晋升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朋友会在加薪升职的名单当中，但最后并没有他。1年的努力，日日夜夜的付出，但是到了要成绩和认可的时候，他所有的努力好像都付诸东流了。没有加薪，没有升职，没有任何改变。上学的时候，有一种人每天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埋头苦读，但是考试的时候他们的成绩并不理想。工作的时候也有一种人，每天起早贪黑，加班开会，做了很多努力，但结果仍然不尽人意。看看我们的生活，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件事儿，最后收获和付出却不成正比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我们从小听到的都是天才是1%的灵感加上99%的汗水，所以我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付出跟收获一定是正相关的。但长大以后才明白，很多事儿失望过，挫败过，无可奈何过，才会知道努力只是增添收获可能性的主观意愿，并不代表努力了就一定会有收获。小时候我很羡慕电视里穿着好看的裙子跳舞的女孩子，于是我妈给我报名了舞蹈班让我学跳舞。哪怕我是班上最乖巧懂事的学生，从来不偷懒，从来不迟到，哪怕我的基本功再扎实，但我也从未在演出的时候站到第一排。那时候我一直怀疑，是我长得不够漂亮，是老师不够喜欢我吗？后来因为总是得不到认可，所以我慢慢失去了对跳舞的兴趣。长大以后才明白，当时的老师怕打击小孩的积极性，所以并不会否定我的努力。但他没有告诉我，我的节奏感和柔韧度对于一个跳舞的人来说真的不好，所以哪怕我再用功再刻苦，我也不会拿到第一。跳舞跳得不好不是我不努力，只是我没有努力对方向，没有找到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每一个人努力的原因都是希望通过它获得好的结果，但真正获得同等收获的人却少之又少。要知道，有些回报是有名额限制的，一起早出晚归考研复习的人，最后一定是有人考上了，有人没考上。一起进入公司奋斗的，几年下来，有人步步高升，升职加薪当领导，还有人一直在做着一开始的工作。这些有名额限制的事儿，决定最终成绩的不仅仅是努力这个因素，还有天赋、家庭环境、教育、性格等等。所以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，不是因为你努力不努力，够不够努力，只是有些事儿光努力是不够的。人不是机器，不管一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，我们都会在过程当中有自己的感悟、反思，而这些同样也是我们的获得。最后我想说，努力是一种品质，是一种不甘于当下的执着，是改变现状的坚持，是哪怕结果不尽人意，
我也要努力的勇气。晚安，祝你好梦。